他刚被冤入狱还没10分钟，4个富可敌国的哥哥没有帮他请律师，反而让法官判他死刑。可他们看到妹妹出狱后有了新哥哥，他们全都后悔了，跪着求女孩回到他们身边。但一切都晚了。今天是沈优出狱的日子，看到他从铁门内走出来后，二哥沈之文将保时捷停到他面前，摇下车窗，虚伪的道：“爸妈让我来接你回去，这2年你也算吃了苦，等你回去，我们会好好补偿你的。”语气十分公式化，偶尔透露那么一丝抱歉。沈优只感到一阵恶心，你们合伙让我给沈星顶罪，把我送去坐牢，现在却让我回去说补偿我，是你们贱还是我贱？沈优是沈家从小被抱错的真千金，虽然3年前就被认回沈家，却遭到全家人的厌恶，就连4位亲哥哥都时不时的对他进行冷暴力和语言霸凌，生怕他夺走假千金沈星的一切。反观沈星，他不仅是沈家团宠，任何需求都能第一时间被满足，就连他恶意将一个同学推下楼，把人摔成瘫痪，沈家人都能为了保护沈星，联合起来伪造证据，不仅把罪名套到沈优头上，还哄骗他要在法庭上认罪，这样他们才会帮他脱罪。沈优傻乎乎的等着这个承诺，可等来的只是冰冷的镣铐，最后在狱里的被人欺负死。而眼前的他，是巧合之下进入沈优身体的一缕幽魂。回忆完悲催原主的所有身世，沈优脸色更冷了。沈之文眼中露出一丝厌恶：“你以为我想来接你吗？以你现在身上的黑历史，能让你回家就不错了。你别不知好歹，小新还在家里等你，给你准备了蛋糕，别让小新失望。”沈优冷笑：“我的黑历史还不是拜你们所赐，尤其是你，我的好哥哥沈大律师，当初陷害他为沈星顶罪坐牢。”沈之文可没少出力。沈之文的脸色变了一下：“那种情况我们也没办法，我只能保护小新。”沈优骂了句：“真是一群神经病！”而后直接往前走。沈之文皱眉：“你别忘了你坐过牢，现在的你离开了沈家，估计连路上的乞丐都不如。”就在此时，一辆迈巴赫停在了沈优的面前，车上下来一个男人，快步走到沈优面前，恭敬地弯了弯腰：“请问是沈优小姐吗？”沈优点头：“我是。”男人更加恭敬了：“十分抱歉，来晚了。沈优小姐请上车。”看得沈之文面露诧异，如果他记得不错的话，这辆车的型号全国不超过5辆。沈优嗯了一声，在上车的时候转身看向呆愣的沈之文：“对了，不想回沈家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不喜欢跟牲畜们待在一起。”说完，沈优长腿一迈上了车，司机还识时务地把车尾气往沈子文脸上喷，气得沈之文眼神都变得格外阴沉。是谁？除了沈家，谁还会在沈优出狱的时候来接他？还有他现在说话怎么动不动就骂人？坐牢把脑子坐傻了吧？此时的迈巴赫正驶向林家老宅，司机恭敬的道：“沈小姐，我们林总听说您要出来了，十分激动，本来他是要来亲自接您的，但今天刚好老太太犯病，他先一步回了老宅，让我来接的您。”沈优轻嗯了一声，上一世的沈优是一门第39代传人，机缘巧合下在狱里认识了林家掌权人林思义，仅通过口述便判断出了林家老太的症状以及很多医生诊不出的病情，这让林思义对他信任有加，因此林思义便经常帮他在狱里花钱打点。作为回报，沈优承诺出去后会为林老太治病，同时他心中无声承诺：“你放心，既然我用了你的身体重生，以前欺负过你的人，我会一一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另一边，沈之文回到家后将事情添油加醋的说了一遍，听得全家人的脸色都变得格外难看。沈府怒了，他还敢不回家？可真会端架子。大哥撇了撇嘴，亏小新还给他做了小蛋糕，真会践踏别人的心意。三哥根本不担心，放心，他早晚会回来的，外面根本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他们都很清楚，沈优身上分币没有，如今除了沈家，他根本无处可去。沈星一副死绿茶的样子，他委屈的抹了抹眼泪，都怪我，沈优肯定是因为我才不想回来的。四哥不高兴了，你怪自己做什么？别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揽。沈星忽然想到什么，等等，二哥你说有一辆豪车把他接走了，什么豪车呀？以他的人脉，应该不可能认识这样的人了。一时间，沈家所有人都面露出了怀疑的神色，不知道，而且我觉得他好像跟之前不太一样。沈之文低声疑惑，沈星皱眉，难道是他自己联系的车，然后故意装模作样给我们看的？他的猜想得到了全家的认同，毕竟在回到沈家之前，沈优的养父母是普通穷人，他又进了监狱2年，目前的社会地位还不如乞丐，那应该是了。现在随便哪个 app 上都能租到这种车，装个样子罢了。三哥嗤笑，我倒是要看看他能装到什么时候。此时的林家老宅也是同样热闹，妈这病对他来说也是折磨，不行，妈才70岁，而且妈遗嘱都还没写，到时候财产怎么分？吵什么？先把妈安抚下来，就知道吵。林思义一拍桌子怒道，现在要想的是怎么把妈的病治好。林思义虽然是林家最小的女儿，却掌管着林家的经济大权，所以他一发话，刚刚还在吵架2个兄长都偃旗息鼓了下来。说的轻巧，怎么治？妈这怪病治了多少年了都没治好。老大冷笑，以我们林家的财力，什么样的专家都找过了，连病的名字都叫不出来，谁说治不好的？林思义沉声道，再等等，说不定就有奇迹发生。他今天出来了，只要他出来就有机会，这话你信吗？妈的病世界顶级专家都没法治，这世上还有谁能治？大嫂冷哼了一声，妈病了这么多年了，要能治早治了。这话也让所有人的情绪都跌到了低谷。林老太太5年前得了一种怪病，每天有一半的时间在昏睡，而只要一清醒，她浑身便如千万只蚂蚁一般啃咬，痛苦不堪，甚至全身抽搐。为了让老太太减少痛苦，只能每天给她打镇静剂，并让她长时间保持睡眠。可一直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就在所有人都觉得无望的时候，一道清淡的少女声平静从屋外响起，我能治。一时间所有人都看向了门口，门口的女孩看起来不到20，戴着鸭舌帽，穿着一身 T 恤直筒裤，看着挺清爽，但在他们林家看来，这孩子挺穷酸的。什么人啊？谁放他进来的？林老大猛地站了起来质问，林思义却激动了起来，沈优，你回来了。沈优看向林思义，唇角也微咧了咧，看到林思义这么激动，其他人的脸上
纷纷露出诧异的表情。要知道林思义为人最是稳重，轻易不会露出其他情绪。他现在整个人都镇定了下来，看着沈优介绍道：“他就是能救妈的人。”听到这句话，林家在场所有人都沸腾了。你在开什么玩笑？就他这小屁孩也能救人？你是不是被人骗了？咱妈的病世界顶级专家都治不好，他能帮点什么？林思义的脸色沉了下来。沈优是我请来给妈治病的，有什么问题我一人承担。沈优没有理会这些话，接过林思义递来的红木盒便打开检查，里面是头发般粗细的9枚银针。沈优很满意，收好银针就问：“病人在哪里？”老大站了出来阻拦：“不是，你真的要让他给妈治病？你疯了吧你！”沈优扫了他一眼：“我说过我能治。”林家这边的人还想说什么，却被另一道声音打断了：“这位小姐这么有信心，那要是治不好呢？”这道嗓音清冽轻佻，人还没出现，已经给人一种玩世不恭。当他迈进房的时候，那颀长的身躯和挺拔的身材，充满了一种男性独有的荷尔蒙和张力。来人大概20岁出头，穿着一身的剪裁得体的高定西服，五官如篆刻般立体，组合在一起有种过分的漂亮。左耳戴着一枚金属质感的耳钉，桀骜又张扬。而在他身后，10几名保镖分开两侧恭敬站立，个个散发着生人勿近的气息。他一来，林家的这些人脸色都变了，甚至那眼神里都带上了几分讨好。你怎么来了？林思义有点惊喜。陆思年没有回答，而是看向了沈优，冷冽的视线居高临下。这位小姐还没回答我刚刚问的话。沈优扯了下嘴角，没治好你给我当爹，治好了我当你活爹，如何？治病本是他跟林姨之间的交易，外人的插入让他有些心烦。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竟有人敢这么对年少爷说话，他是不想活了吗？不成想陆思年竟答应了。好，男人嘴角弧度深了深，眼里略有几分凉意，盯着沈优，带他去见老太太。众人赶紧动身让路。沈优心里暗暗诧异，这男人看起来并不是林家亲戚，为什么在林家会有这么大的话语权？他平了下眉，然后转身才跟着林思义进了里屋，其他人则是留在外间等候着。屋内的林老太太此时正清醒着，她眼睛疑惑地看着陌生的沈优：“我是给您看病的医生，不用紧张，放心就好。”沈优开始取出盒中的银针，他的声音很清淡，但却有种安抚人心的力量。老太太眼里的疑惑也打消了，开始全身放松了下来。沈优先是用了几道巧劲给老太太的经络按捏了一遍，紧接着又拿起几枚银针，手腕一动，把5根银针打进了老人手臂的穴位，瞬间插着银针的穴位开始冒出一股股气烟，而老太太全身抽搐一下后，她脸上的痛苦渐渐消失。林家人透过观察玻璃看到了室内的情况，他们每个人脸上都是震惊，这沈优施针的手法堪称飞针走穴，出神入化。陆思年的瞳孔也紧缩了起来，这样的力道和精准度，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很快，老太太身上的那些浮肿起来的疙瘩渐渐消失，凸出来的那些经络重新回到皮肉之下，病症消除了许多。等沈优完成治疗出来，对着林家人吩咐完遗嘱后，才放他们进去探视老太太。陆思年也蓦地站了起来，经过沈优身边时，他停留了一下，声音低哑地喊了一声：“活爹！”沈优唇角微勾，陆思年嘴角的也伸了伸，而后继续快步迈进了房门。等林家人再次出来后，所有人对沈优的态度变得毕恭毕敬。对不起，沈姨小姐，之前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以后不管你有什么事，有我们林家能帮得上的，您只管说一声。陆思年在完成探视后接了个电话，走之前目光在沈优身上深深的看了一眼，眼底满是毫不掩饰的欣慰和探究。下次有机会的话，希望能请我的活爹吃一顿饭。说罢转身离开。沈优看着他装13的模样，撇了撇嘴，排场挺大，人也挺装，真看不惯这人。林思义迎上来笑呵呵的道：“悠悠，谢谢你，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女儿，是我们林家的千金小姐。”沈优唇角牵了牵，好，本只是让林姨帮他安排好出狱后住的地方，但没想到竟给他把身份也安排上了。沈家虽然也是豪门，但林家的资产和公司市值在国内首屈一指，这样算下来，林家千金的身份比沈家千金更有分量。在林思义把沈优送往别墅的路上，顺便跟他介绍起了陆思年。陆思年是我的侄子，不过整个林家除了我之外，他跟其他人都不亲。这孩子性格有点古怪，很少人能跟他亲近，不过他心是好的。老太太生病以后，他也帮忙找了许多名医，只是都没什么结果。林思义笑着看了一眼身边的沈优，家里人这么给阿年面子，是因为阿年是陆家的妖孙。京城陆家，沈优搜遍原主记忆都没找到相关信息，但从林家人对陆思年既谄媚又害怕的态度来看，恐怕不止林姨说的这么简单。说话间，车子开进了别墅，别墅的位置在市区中心，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按照少女的喜好去布置的，看得出林思义是花了心思的。离开前，他忍不住抱了抱沈优，以后你就把我当成你的亲妈妈，我家就是你家女，先好好休息2天，等休息好了，林姨就给你举办一个接风礼，去过去的晦气。林思义调查过沈优的身世，知道他被亲人打压和入狱的真实原因，除开感恩沈优治好了老太太外，他也是真的心疼这个小姑娘。沈优的心这一刻暖了暖，家人给不到的温情，竟在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人感受到了。林思义又拿出一张金卡，里面有1000万，你去随便花，还留下一个秘书，让沈优有什么需要随时跟秘书提。林思义走后，沈优先是洗了个澡，又美美的睡了一觉，好好享受自由的时光。睡醒后才慢悠悠的打开智能手机，一登录通讯软件就立马弹出几条消息，全是沈家人给他发的，无一例外是向他施压，让他赶快回家，还有一些骂他不懂感恩的话。看完沈优毫不留情，一一打字骂了回去，不等他们回复，又将人全部拉黑。沈家这几兄弟想让他回家，无非是为了沈星，他们怕自己在外面乱说替罪的事，或许也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愧疚，而这点愧疚只要让沈优回到沈家，他们便没有了。毕竟在他们看来，自己为沈星顶罪是理所当然，现在肯让他回家就已经是一种恩赐。一个在外面养大，跟他们不亲的妹妹，怎么比得上从小一起长大、感情深厚的妹妹？至于沈星，更是巴不得自己不回去，毕竟自己和沈家的血缘关系对他来说始终是威胁，而沈家父母觉得生不如养，就算是亲生女儿也比不上他们放在身边养大的养女，更何况原来的沈优是在穷人家长大，样样都不比上从小就被用心栽培的沈星。第二天，在沈优吃完早餐后，无
吴秘书出现了，男人一副社会精英的打扮，五官端正帅气，一看就是受过良好教育和专业培训。考虑到沈优脱离了社会2年，吴秘书便提出带他出来逛商场，可以买点喜欢的东西。沈优没有拒绝，一进商场，吴秘书就直接带他先逛了奢侈品店。他刚拿起一款包看了看，耳边就传来熟悉的声音：“三哥，这个包配我吗？”沈星拿着一个包，转身看向陪自己来逛商场的三哥沈树。沈树双手环胸：“我妹妹这么可爱，什么都配。”沈树的双胞胎弟弟沈木也笑道：“小心，你三哥最近可穷死了，你就别指望他了。”店里的柜姐们都忍不住偷偷讨论起这三兄妹，真羡慕沈小姐，有2个又帅气又宠她的双胞胎哥哥。你不知道，沈小姐还有2个更帅的哥哥呢，一个是总裁，一个是大律师呢。都说沈家4个哥哥都是出了名的妹控，店员们的低声讨论和羡慕的眼神让沈优的虚荣心得到无比的满足，他满眼都是得意，跟2个哥哥撒娇：“哥，我也觉得这个包和我特别配，给我买吧。”不料兄弟2人都为难的挠了挠头，要不下个月吧，或者过段时间再买。沈树哄着沈星，沈星立马就变了脸：“我不，我现在就要。”“哎呀哥，你就现在给我买吧。”他手上那款包，如果那位小姐买不起的话，麻烦帮我拿过来，我看上了。年轻清冷的女声忽然响起，一下就吸引了他们3个人的注意。看清来人后，他们3人齐齐变了脸色。沈星的声音尖锐的刺耳：“沈优，你怎么会在这里？”又眯着眼上下打量着沈优，他一个刚出狱的人怎么穿得这么好，而且脸色看起来这么红润，皮肤比他都还要好。沈树和沈木也震惊地看着他。沈木冷冷的：“你还好意思出现在我们面前？二哥去接你时，你为什么不回沈家？你跑去哪里鬼混了？还把我们全都拉黑，你把我们沈家当什么了？”沈优笑道：“我怎么不能在这里？”他看向柜姐：“那个包我要了，我看这位小姐半天也不买，应该是不喜欢吧？”柜姐为难地看向沈星：“沈小姐您要吗？”沈星瞪大了眼睛：“你买得起？”然后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沈优，你别搞笑好不好？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算了，我知道你这辈子都没来过这种奢侈品店，你不会以为那个包是10几块钱的地摊货吧？他完全把沈优当成了来搞笑的小丑，又压低声音跟沈优说：“你就不要丢沈家了脸了。”沈优扬了下嘴角，直接从包里拿出一张卡递给柜姐：“帮我把这个包包起来。”一看到金卡，柜姐顿时眼睛发亮，对待沈优态度都客气了几倍不止。“好的小姐，我这就为您协商。”瞬间沈星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但他根本不相信沈优有钱。“沈优，你别装了，你根本不可能有钱。”两兄弟看到那张卡也很疑惑：“你哪里来的钱？”沈树的语气带着一种冰冷的质问。沈木更是愤怒：“你神经啊？为什么你非要跟小星抢东西？没看到这个包是小星看上的吗？”沈优笑了：“我买什么东西要你们插手？我们有关系吗？更何况是你们没钱，难道我有钱不能让我买吗？”一句话把兄弟俩都噎住了，毕竟对外他们从来没承认过这个妹妹。柜姐可不管这些家长里短的，谁出钱他就卖给谁。沈小姐，这个包毕竟是您先看上的，如果您现在付款的话，我们就卖给你；如果您现在没办法付款的话，我们就卖给这位小姐了。这话却一下激怒了沈星，她可是堂堂沈家大小姐，柜姐这是在瞧不起她，认为她没钱吗？谁说我不买的？谁没钱谁在装谁自己心里清楚。她立马看向2个哥哥，可怜巴巴的眼神配上她长相可爱的脸，更惹人怜爱了。沈优只是冷冷笑了一下，他知道沈树沈木不可能有钱给他买这个包的。爱牛市这个包价格不菲，现在沈树沈木还在上学，爸妈平时给的零花钱也不过10万，再加上沈星经常闹着让他们给他买礼物，估计两兄弟手里不会有多的钱。如他所料，沈树和沈木脸上都露出一丝为难：“小星，要不下次买吧？”“是啊，妈给的零花钱都花完了，下个月哥凑给你买呗。”沈星顿时面色变得跟吃了10斤屎一样难看。沈优看向柜姐，柜姐立马会意，直接去刷卡了。沈优继续随意的消费，这个和那个不要，其他的全给我包起来。小姐，我这就给您包起来。柜姐满脸都是笑容，潇洒的举动让原本还因为一个包纠结的沈星脸上就跟打了好几巴掌一样火辣辣的疼。两兄弟对视了一眼，沈树沉声质问：“沈优，你哪来的钱？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不干净的事情？”沈木一脸的不可思议：“你钱哪来的？”很快卡刷好了，包包也给沈优都包好了。这个时候吴秘书才走进来：“小姐，都选好了吗？”沈优微笑：“选好了，不过遇到几只狗，爱叫得很。”沈木脸上立刻涌出愤怒，想要动手。沈优，你说什么？你疯了是吧？你可别忘了老子是你哥。吴秘书眼疾手快，一只手就把沈木的手给擒住了。沈木的胳膊顿时动弹不得，咬牙说了句：“放开我。”沈优淡淡道：“是吗？我不记得我有哥，我是孤儿，知道吗？就是全家户口本只有我一个那种，而且我怀疑你们家有超雄基因，建议去医院检查检查。”刻薄的话听得沈树沈木都急眼了，这亲妹妹脑子进水了吗？这么诅咒他们全家。沈星看了看吴秘书，又看了看沈优，然后一脸的不可置信：“你被包养了，所以你才有钱对吧？”沈优，你怎么能这么堕落呢？你知不知道你做这种事，爸爸妈妈要是知道了会很失望。吴秘书想要解释，却被沈优拦下：“那你赶紧回家告诉他们，你连个包都买不起，沈家千金混的还不如我一个孤儿。”沈星气得眼眶发红：“你不要脸！”沈优没有理他，让吴秘书把包都提了过来，睨了他们一眼准备离开，但刚走出店门口又折返了回来，似乎想起还有什么事情没做，然后一耳光甩到了沈星脸上，清脆的巴掌声让店里所有人都吓了一跳。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对着沈树沈木更是2巴掌。兄弟俩根本没想过他会打自己，而且这耳光打得又快又狠，他们根本没反应过来。沈优目光冰冷，一字一句道：“记住，是你们对不起我，见到我就应该跟老鼠见了猫一样给我躲好，而不是在我面前跟疯狗一样乱叫。当然，你们要是喜欢当后者，我这只手专打恶狗。”他说完这句话，才在众目睽睽之下转身离开。兄妹3人听到这话都有点心虚，沈家的确对不起沈优，他们害怕沈优把替罪的事当众说出来，所以只能忍下来。沈星低声啜泣着：“就算我们对不起他，他也不能这么做呀，他都坐牢了，爸爸妈妈还愿意让他到沈家，难道对他不好吗？我知道都是我的错，我本来都做好准备，等他回来就离开沈家的。”兄弟俩立马又安慰起沈星：“你离开做什么？要离开也是他离开，他还敢动手打人，下次哥一定把他教训回来。”眼见店员们都小声的
在吃瓜讨论，沈星立马生气的走了，双胞胎兄弟也紧随其后。而就在奢侈品店的楼上，陆思年双手撑着趴在栏杆上，完整的欣赏完了刚刚发生的一切。奢侈品的楼上有专门的 VIP 休息室，栏杆外还有一层落地玻璃，这种玻璃里面能看清外面，但外面是看不清里面的。小脾气挺爆，唇角勾起一丝弧度，眼中流动着几分玩味，看起来比在林家老宅见到时还要有趣。他收回目光，缓缓转过身，对着秘书吩咐：去查下楼下那几个人，晚上之前把他们的资料发给我。还有，我要知道林怡和那个女人是怎么认识的。停车场处，吴秘书恭敬询问：小姐，刚刚的事需要跟林总那边交代一下吗？吴秘书是知道沈优的身份的，若是他想让林家解决沈家这些麻烦事，其实也不难。沈优悠闲的走在前面，心情一点都没有被刚刚发生的事所影响。不用，是我自己的事，不必特地告诉林怡。沈树和沈木这对双胞胎，在学校和网络上都有相当庞大的粉丝群体。四哥沈木是职业电竞选手，脾气暴躁，说话也难听。沈优在沈家的这3年，沈木对他的语言暴力输出最多。三哥沈树虽然还在上大学，但已经有演艺公司提前签了他，还没正式出道就已经发行过唱片，网上称之为未来的顶流。大哥沈锦州是 Z 市最年轻多金的总裁，二哥沈之文也是业内十分出名的律师。而沈星为了让自己成为被所有人羡慕的人生赢家，买了不少营销通稿吹捧4个哥哥，又给他们冠上宠妹狂魔的名号，再加上自己还算漂亮可爱的脸，由此攒了不少粉丝。准备回去的路上，沈优忽然听到有人喊自己沈优，一个中年妇女手里挂着塑料袋跑了过来。沈优，真的是你啊，你出狱了。沈优淡淡的看着他，有事吗？妇女皮肤黄黑，脸上是一种市侩又刻薄，既然出来了就好好做人，你说你也是活该，还好没影响到我亲女儿，不然我才不放过你。他打量着沈优，奇怪了，怎么坐了2年牢，样子比以前都还要精神漂亮了。以前沈优看起来总是死气沉沉的，现在脸色红润还有光泽，素颜怎么都跟明星似的。吴秘书皱着眉，这又是什么牛鬼蛇神？你现在回沈家了吧？还有人为你提包买东西，看样子你过得挺好啊。他眼睛露出一道金光，又上前2步，那你肯定不缺钱吧？你弟弟没考上高中，上了个私立的学校，贵得要死，反正你也用不了什么钱，不如把钱拿来供你弟弟上学。沈优平眉，大妈，我缺不缺钱跟你有关系吗？你儿子上学找你亲女儿去啊，找我干嘛？有猫饼吧你？女人脸色顿时变得歇斯底里。沈优，你别忘了，那10几年是谁养的你？你这忘恩负义的东西，回了沈家就忘了你是哪个娘养大的。沈优脸色平静，你说对了，我这人天生就爱忘恩负义，倒是你亲女儿沈星最知恩图报了，你也陪我亲女儿比，也不看看沈家是喜欢我亲女儿还是喜欢你。沈优眼底泛冷，但很快笑了起来，你说的对，沈家的财产以后肯定是你亲女儿的，所以沈家的钱就是沈星的钱，沈星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所以你要钱找我没用啊，得去找沈星。哦对了，我刚还看到他在隔壁商场买东西，你现在去找他没准还能碰上。闻言，女人用猪脑子思索了几番，而后瞪了沈优一眼，那是当然，以后你在沈家好好照顾沈星，给他打打下手，要是让我知道你敢跟他作对，看我不收拾你。说完他就快步朝隔壁商场跑去了。沈优双手环着胸，嘲弄的掀了掀嘴角，然后转身离开。沈优的养父母家姓赵，是个极为重男轻女的家庭，养母是个惯子狂魔，养父是个赌鬼。沈优从小到大都是作为一个赔钱货被贱养长大的，没少挨过毒打，直到被沈家找回去才脱离这种困境。但对他来说，其实就是从地狱跳到另一个深渊。而作为沈家的团宠，沈星当然不可能回到赵家，尤其是4个哥哥对赵家嫌恶不已，生怕沈星回去受苦。在沈优回来当日，他们好像都忘了，他们的亲妹妹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赵家。为了留下沈星，沈家给了赵家一笔补偿金，把他们打发了。拿了补偿金的赵家承诺再也不打扰沈星，但以沈优对这家人的了解，这笔钱恐怕早就已经被赵老爹赵顺赌光了，所以他们肯定会去找沈星要钱。果不其然，赵母陈凤马上就找到沈星，小心我的亲女儿。一见他，沈星的脸色顿时变得跟吃了屎一样难看。这个乡巴佬妇女喊得很大声，引起了周围不少人的注意，还有些人看向了沈星。沈星一向嫌贫爱富，瞬间觉得自己丢脸死了，他根本不想看那个女人。沈树和沈木也都尴尬了一下，同样不想跟赵家人有牵扯，但陈芬讨好的笑着，还想伸手过去亲热。沈星退后好一步躲开，还压着声音警告：你干嘛？别乱喊。他心里十分紧张，生怕被人知道自己跟这个村姑有关系。陈芬笑着又跟沈树沈木兄弟打了个招呼：小新的哥哥你们好，你们是小新他哥，也相当于是我的儿子了，咱们都是一家人。这话听得2兄弟脸都拉了下来。沈星连忙说：你别乱说话行不行？我们跟你没关系，你到底想干嘛？这村姑是听不懂人话吗？陈芬讨好的笑道：小星啊，是这样，就是你弟弟最近要上学，咱们家没钱了，你能不能给点货车？他看向沈树沈木双胞胎兄弟，哥哥们这么宠你，也一定很喜欢你弟弟，要不多凑点。沈木忍住自己想要骂人的冲动，真不要脸。沈树也不想当众丢人，拉着沈星就要走，却被陈芬一把拽住：小星，你可不能不管你弟弟，那可是你亲弟弟，沈优跟他没血缘关系，那小贱人不管就算了，你不能不管啊。陈芬嘴里这个小贱人说出来时，2兄弟神色都微微变了一下。沈星一把将陈芬推开：我跟你不熟，跟你儿子更不熟，以后别来打扰我，我爸妈已经给了你们一笔钱了，别想来我这里要好处。接着他一个后空翻弹射进车里，陈芬还想追上去，但车子已经开走了，车里的气压很低，尤其是沈树和沈木2兄弟。沈星含泪小声道歉：3哥4哥对不起，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在我心里只有你们才是我的亲人。闻言兄弟俩神色才缓和了一些，其实他们的不高兴除了那村姑在公开场合下让他们觉得丢人之外，陈芬骂沈优的话也让他们心里不舒服。再怎么样沈优也是自家妹妹，就算他们再不喜欢她，外人也没资格骂。沈木皱眉说道：跟你没关系，幸好没让你回这种人家去，不然有这种妈真是丢死人了，不仅丢人还要被这种家庭吸血，我看就跟电视上那些极品亲戚差不多，早该断绝关系。沈树也安慰地摸了摸沈星的头，就是又穷又没见识。
见识，还没骨气。沈优被这种人养大，也难怪会变成这种拜金女，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沈星绿茶发言，沈优也很可怜，沈家的一切本来应该属于他的。沈木冷冷道：什么叫本来该属于他的？这是你的，谁也抢不走。沈星抿着嘴委屈轻轻嗯了一声，在兄弟俩看不见的时候，嘴角才得意的扬了扬。沈优，你这个没人要的乡巴佬，拿什么和我斗？可沈星却不知，兄弟俩也因为刚刚陈芬所说的那些话，心中对沈星产生了些膈应。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刚获得自己心里一丝认可的沈优，此刻正在给他们找定罪证据。Z市医院内，沈优刚从护士那了解到，当初被沈星推下楼的女同学陈欢，此时还是植物人的状态，昏迷不醒，而且以后能醒来的机会也微乎其微。沈优问护士，他父母呢？他父母很忙，刚开始的时候还经常来，不过后来就很久才来一次了。护士说完就走了，看来是拿了沈家那一大笔钱后，看到女儿没有醒来的可能，也不想再继续治疗了。沈优走到陈欢的床边，伸手碰了碰她的额头，然后一路滑向她的鼻尖下颚，直到她的心口。现代医学没法让她醒过来，但是沈优有，只是稍微有点麻烦，想要为自己洗脱罪名。陈欢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人证。沈星推陈欢下楼的地方没有监控，看到陈欢出事，沈星吓得赶紧去找哥哥们帮忙，而监控那会正好拍到沈优从附近路过，他们就直接把这件事推到沈优身上。沈优回忆完后，心里有了计划，便从腋下取出一枚银针，从陈欢的后脑勺缓缓刺了进去，片刻后才从病房里走了出来，对着吴秘书说：回去吧。吴秘书恭敬道：是。林总说，陈欢这边的医疗费您不用担心，一切都有林家。沈优点头，帮我谢谢林姨。回到去别墅前，沈优特地去买了许多中药，回来后又开始制药。这里的药太稀缺了，而且药材本身所携带的植物灵气不足，所以他只能制出一些次品，但这些次品就算是在他之前的时空里，随便在黑市上都能卖出100万的价格。想要更纯正、更灵气、更足的药材，他必须重新培养药材幼苗。很快，他找到了黑市的网上渠道，注册账号后就把炼好的药挂上去售卖。要在这个世界生存，首要的就是钱，所以他需要快速赚钱。虽然他能靠治病赚钱，但短时间内也没法找到很多有需求的病人，所以他联系了吴秘书，让他帮忙安排一份来钱快的工作。吴秘书很快便给他递来一本剧本，他介绍道：没有比拍戏来钱更快的，主要是沈小姐长得太漂亮，绝对是靠脸就能吃饭。沈优手轻点了点桌子，看着手里的剧本陷入了思索，坐过牢也行吗？娱乐圈不是最怕演员有黑料吗？沈优从记忆里挖出好几个塌房艺人。吴秘书摸了摸鼻子，这件事除了林总和沈家应该没人知道吧？想想也是，这件事涉及到沈家的秘密，他们不可能到处宣扬，而他们对外宣称的也是沈优出国了，所以就连沈优的同学都不知道他其实是去替沈星坐牢。那辛苦吴秘书帮我安排一下。沈优微笑，吴秘书对这件事似乎格外兴奋。好的，小姐。哦，对了，小姐，您的入学手续，林总这边也重新给您办好了，您想什么时候回学校去继续读书都可以。曾经在赵家的沈优，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考上大学，离开赵家，可那2年的牢狱制让他梦想破灭。沈优轻轻叹息了一声，我知道了，替我谢谢林姨。第二天在去剧组的路上，沈优手机突然接到一个陌生来电，只听沈父在电话里怒声道：沈优，你给我回来，你长本事了是吧？现在还去给别人当情妇了，你才多大，怎么就这么顽劣？沈母的声音也在另一边响起，你还要不要脸？我们沈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要不是小新告诉我们，我们都还蒙在鼓里。我警告你，这是你最后一次回沈家的机会，否则以后我们再也不会认你。沈优平眉，你们脑子要是有问题的话，建议去看看医生，别来我这里犯病。怎么，你们是不知道根据我国刑法，包庇罪犯和伪造假证据是要被判刑的吗？沈优一句话直接让电话那边熄了火，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了。沈家父母像是直接被掐住了7寸，都没了气焰。沈优啊，这件事你也要理解爸爸妈妈，但这并不是那你现在堕落的理由。沈父虽然气焰变低了，但话语中还是带着浓浓的掌控欲，而且你跟小新也算是姐妹，这种事情你该挺身而出。我们也说过等你出来好好补偿你，你怎么就非要这么叛逆呢？沈优呵呵2声，你听听你们说的是人话吗？说完这句话他就直接挂断了话，然后把手机设置成了拒接陌生来电。沈家所有人都那么恶心，他们当初把沈星所有犯罪证据都清理干净，吃准了自己没有犯案证据，为了沈星他们还真是煞费苦心。但沈优的目的可不仅仅是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他还要帮原主拿回本就属于他的东西。很快他便到了影视城，这次吴秘书是要了个女武的试戏名额，戏份不多，但是人物有高光时刻，很适合他这种新人。试戏现场，下一个导演已经很不耐烦了。沈优走进去时，剧组所有工作人员都战战兢兢，试戏的女演员也一个接一个的垂头丧气走出来。工作人员打量了一下沈优，态度冷淡，你也是来试戏的是吧？这边过来换衣服。刚说完，工作人员突然看到新进来的人，连忙狗腿的迎上去，把沈优直接丢一旁。秦少好，沈小姐好，二位这边请。沈星甜甜的嗓音响起，我是来试戏的，请问我可以用自己的妆造吗？工作人员点头，当然可以，导演就在那边，您好了直接过去就行。秦瑞讨好的哄着，小新你放心，这个角色肯定是你的，我和你大哥都是这个剧组的投资方，我已经打好招呼了。沈星一脸不好意思，哎呀，我希望我能用实力进去，我才不想被别人说是带资进组呢。秦瑞宠溺地摸了摸沈星的脑袋，好好好，你当然是凭实力进去的。两人的出现让沈优的眉头也皱了起来，一个是原主读书时的暗恋对象，一个是自己现在随时会忍不住扇巴掌的对象。以前沈优在学校总是被人欺负，在又一次的霸凌中，秦瑞的出面化解了他的困境。从那以后，原主就喜欢上了秦瑞，甚至还给他写过表白信。但那封表白信莫名被人贴在学校的公告栏处，让少女的悸动的心成了一个笑话，还因此被人起了外号，叫他秦少的舔狗。但即便如此，曾经的沈优也依然为秦瑞默默付出，直到他看到秦瑞和沈星接吻，偷听到他们谈话才知道，原来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是沈星。秦瑞喜欢沈星，在沈星的授意下，秦瑞将他的表白信贴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丢人。表白的事也传到了
沈家几个哥哥耳朵里。在他们看来，沈优就是个妄想插足的第三者，他们轮番对沈优进行语言暴力，就连沈家父母都觉得他丢人，所以也没有外公开他是沈家真千金的身份。在秦瑞的甜言蜜语下，沈星这才满意的笑了起来，然后带着自己的妆造师去化妆了。而原本应该先去试戏的沈优也被通知排在了后面。看着剧组工作人员对沈星的态度，这2年沈家和秦瑞没少为他的造星梦铺路。当沈星妆造出来后，瞬间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那就是沈家的千金，真正的白富美。哀大小姐也来演戏，这不是跟我们抢饭吃吗？你们知道吗？这部戏是沈小姐的哥哥和她未婚夫赞助的。剧组的演员们脸上都是艳羡，这妥妥的是小说团宠女主的配置啊！家里有宠妹狂魔的4个哥哥，外面还有个宠她如命的未婚夫，让在场的人嫉妒又羡慕，也都心里明白，这个女医生的角色他们都没戏了。过了会，导演都等得不耐烦了。沈星才穿着特地改过之后收腰显身材白大褂，妆容精致的走了过去，她自信满满。女医生的戏份虽然不多，但却很容易出彩。到时候她再营销一些配角艳压主角的通告，不就大火了吗？原本的她志得意满，拿捏着大咖的架势，可在看到沈优瞬间脸色就变了。你怎么在这里？秦瑞这时才看到沈优，他皱起眉头，看向沈优的眼神带着嫌恶。你怎么出来了？秦瑞不知道是沈优跟沈家的关系，但沈星告诉过他，沈优因为做坏事被抓去坐牢了。沈优靠在身后的架子上勾唇道：“我怎么不能在这里？”沈星上下打量着沈优，难道是你金主给你安排来试戏的？秦瑞疑惑：“金主？”沈星笑着嘲讽道：“他被包养了，可能被塞了个小角色吧。我等会就跟导演说一声，可别让一颗老鼠屎害了一锅粥。”秦瑞的脸上嫌恶之色更甚，你这种人就没有一点自尊自爱吗？沈优双手环着胸，神情不耐：“我有没有自尊自爱是你们的狗嘴说了算的吗？”秦瑞被骂的脸上挂不住的怒道：“你还是个女人吗？”旋即他想到了什么，满脸的鄙弃：“你该不会是因为我所以才堕落的吧？”在秦瑞看来，毕竟沈优以前喜欢过自己，后来变得堕落，恐怕是因为对自己爱而不得而导致的。这话把沈优给逗笑了，他眼神赤裸，上下打量着秦瑞：“感谢你让我见识到了物种的多样性。”秦瑞听得更难受了，正要说话却被沈星拉住：“你跟他废话什么？”沈星明显有点不满，刚好这时导演那边在催促，沈星便朝着试戏的场地走了过去。导演看着他穿着改成收腰的白褂，大波浪卷发，精致妆容的妆造，忍不住皱了皱眉，面色也有些发冷。开始吧，他不冷不淡地说了句，但率先走进片场的不是沈星，而是另一个穿着普通白大褂的演员。沈优抢在沈星前面进入了情景，恰好各方就位机位也已经开始拍摄。今天试的戏份是女医生从接到通知到进入手术室的一场戏，并且是无实物表演。只见沈优立刻披上白大褂并迅速扣好，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整理，皱巴巴的。虽然没有实物，但他的动作可以说是十分干练和熟稔，脸上的表情都没有一丝多余，甚至连走路都是带风的。这谁？导演眼睛亮了一下，助理低声说：“这女生叫沈优，原本现在就该轮到她的，不过被这位沈小姐插了位置。”沈星急了，立马道：“导演，明明现在该我先演，她懂什么演戏，还不让她下来？”助理正要上去叫沈优下来，但却被导演阻止了。导演盯着镜头，别打断她。沈星没办法，只好愤怒地盯着抢走她位置和风头的沈优。此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沈优吸引了，在她身上，他们真正感受到了医生这个职业所带来的魅力。他迅速赶到手术室，每一道程序都熟练而干练，就好像他就真的从事这个职业一样。就连手术时那些细微的表情，在镜头里都让人跟着他悬了起来。他连手术的每一道程序和动作都熟悉的可怕。一个高冷干练专业的女医生就这么呈现在所有人面前，仅仅是这些戏就已经让他这个角色具有魅力，更别说他那张漂亮的脸蛋，还有那身清冷的气质更是加分。当试戏结束后，剧组工作人员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专业，太专业了。而沈优也穿着白大褂走了下来，不过是双手习惯性的揣在兜里，这些小动作和他的气质简直就跟医院里的专业医生一模一样。前世的沈优虽然主学的是中医，但他对西医也有涉猎，尤其是手术外科。为了研究西医，他还在世界一流的医学院研读了多年，最后是被家族的人给拽回去的，就怕他一不小心拿个西医的医学奖，让家族长辈们心里不平衡。导演对他很满意，你叫沈优是吧？脸上也难得带上了笑。沈优微笑回答是。导演点点头，不错，演得很传神。沈星恨恨地瞪了一眼沈优，看向导演开始告状：导演，刚刚明明该我上的，他故意抢了我的位置，这种故意出风头也不守规矩人品恶劣的人，难道不该有惩罚吗？沈优挑眉，难道不是你插队吗？本来就该轮到我吧。这么说起来，故意出风头不守规矩人品恶劣的人岂不是你自己？沈星被沈优的话堵得一时哑口无言，脸色也是一阵青一阵白，因为沈优说的是事实。我没有。沈星嘴硬，好了，别浪费时间了，下一个。导演不耐烦地说了句，沈星这才不情愿地说了声是，瞪了沈优一眼，赶紧去准备了。沈优慢条斯理地走到另一边，把身上的外套脱下来，扔到了旁边的衣篮里。突然手腕袭来一阵痛感，秦瑞死死地抓住他的手腕，冷声训斥：你敢抢沈星的位置，好大的胆子啊！你怎么这么恶心，这么喜欢出风头？就在此时，另一边有人走了过来，年少，这边请。今天导演正在试戏选演员呢，所以有点吵。可谁知一走过就看到这一幕，剧组的人脸色顿时尴尬了起来。这好像是秦家少爷，不会吧？还在剧组呢，就要强制潜规则女演员，也太放肆了吧！陆思年看着秦瑞的眸子冷眯了起来，他抬了下手，身边的人都噤声了，没有再说话。他身子随意的往旁边靠了一下，唇角噙着一抹看戏的弧度，让我看看这只小野猫会怎么反击。沈优皱了皱眉，看着自己被抓红的手腕，另一只手抄起旁边的水壶，直接狠狠砸向了秦瑞的脸。秦瑞吃痛一声，立马捂住了自己的脸，水壶砸落在
在地上，秦瑞的脸也被砸出了一大块红色的痕迹，太阳穴的地方也在往外滴血。因为现在大部分人的注意力都在沈星的表演上，所以注意到这一幕的人并不多，但他们周围的演员和工作人员却是亲眼目睹，一个个吓得话都说不出来。这个女人疯了吧，竟然敢打秦少！沈优，你疯了吧？秦瑞不可置信地盯着沈优，你敢动手打我？沈优活动了一下自己刚刚掐住的手，漫不经心开口，不好意思，狗咬我，我害怕。秦瑞摸了摸自己的太阳穴，当看到一手的血的时候，脸也越发冰了。你就不该被放出来。他冷冷，你是故意想用这种方法重新让我对你产生兴趣是吧？那我告诉你，你不但用错了方法，你还会为此付出代价。秦瑞原本还觉得沈优可能是因为自己才会如此多，还有一丝愧疚，可他实在是太过分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种没有道德没有底线的人就应该受到惩罚。沈星这个时候试戏也已经结束了，但他本来以为会有巨大反响的时候，却只有稀稀落落的几道掌声，而就连这几道掌声拍着拍着也都尴尬的小声了下去。导演的脸色明显不太好看，沈优和秦瑞也都看了过去。沈优刚刚瞥了一眼沈星的表演才过来的，一个雷厉风行的女医生却全装出镜，就连白大褂都是为她量身定做的，脸上无疑不再告诉镜头我很美，哪里像个医生，倒像个玩换装配的女优。导演皱眉，小动作太多了。还有一个职业医生会穿这种改过的职业装吗？你当观众眼瞎吗？沈星脸上被说得通红，但眼底却是满满的不服气。旁边的助理立刻小声说，导演，沈小姐是资方的人，这部戏沈家和秦家都有赞助。导演脸色有些难看，助理微笑着看向沈星，沈小姐去休息一会儿，等通知吧。沈星点了点头，他知道这个角色肯定是自己的，所以也不着急。他转身看到沈优和秦瑞站在一起，脸色一变，立马走了过来。秦瑞，你脸怎么了？他诧异道。秦瑞冷冷地看向沈优，沈星不可置信，你疯了？沈优却只是微笑着说，秦少爷想潜规则我只是反抗而已。秦瑞脸色铁青，你胡说八道什么？沈优委屈地抬起手，故意捏着嗓子，你看，秦少刚刚把我手都掐红了呢。刚刚周围所有人可都看到，这时候周围的吃瓜群众们也都渐渐围了过来。沈星像听到了什么笑话，潜规则你在痴人说梦吧？我知道你喜欢秦瑞，但你用这种手段你不觉得恶心吗？在场的一些人也都知道沈家小姐和秦家少爷在1年前就订婚了，所以现在对这个八卦都格外关注。就在这个时候，一道男人的身影阔步朝着他们走来，沈星抬眼就被眼前这个男人的容貌和气质吸引，人都愣了一下，但这个男人却直接上来就给了秦瑞一拳。秦瑞被打得直接往后倒退了好几步，最后还是没站稳，踉跄摔倒在了地上。这突如其来的事态发展让现场也都发出了一阵惊呼。沈优也看向了这个突然走过来打人的家伙，一个背影就已经是肩宽腰窄大长腿的极致比例，站在那里就跟再完美不过的标本似的家伙，怎么看着挺眼熟？沈星愣愣道，你是陆思年？他曾经在一场拍卖会上远远的看到过陆思年，平时关于互联网上关于他的新闻和照片都甚少，几乎可以说没有，可关于他的传言可不少。秦瑞艰难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看到陆思年原本还打算起来报仇的狠厉的表情也马上变了。陆少，他诧异道。陆思年慢条斯理地整理着自己的袖子，淡淡道，我刚刚亲眼目睹了秦瑞骚扰这位小姐，正义感突然爆了，本人就是这么极具正义感。他说着缓缓转过头看向沈优，唇角浅掀了掀，染了几分邪气。此时在场许多人也认出了陆思年，听到他的话都忍不住抽了下嘴角。这话说的您自己信吗？这位也可是豪门圈商圈里出了名的狠人，能这么做秦瑞的，恐怕除了这位爷，其他人也没这个胆子了。哦不，还有这位小姐。沈优眉心蹙了一下，原来是他呀。看了眼被打的嘴都快烂了秦瑞，下手还挺狠。而有了陆思年突如其来的作证，沈优刚刚所说的话自然成立了，也没有人敢去反驳他的话。秦瑞即便想解释，可也知道陆思年是故意的，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面。他低声又不服气地说，陆少，是不是误会什么了？沈星的声音也刻意加成了娃娃音，又想显得自己能和陆思年这种身份的人平等对话。陆少，你是不是误会了？秦瑞是不可能骚扰他的，以前他到追秦瑞的事情，学校里好多人都知道，秦瑞不喜欢他，所以他才用这种手段。你也不能光凭眼睛看到的就冤枉人吧？最后一句话隐隐约约还带着一点撒娇的成分。陆思年目光危险的冷眯了起来，你的意思是说我眼瞎？沈星立刻解释，我不是这个意思。陆少，你怎么会他认识的？沈优挑眉，声音还在加，但加的没刚刚那么自信了。陆思年根本没理会他，径直走到了沈优面前，俩人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他身上那股淡淡的木香味也越来越浓。沈优平眉，陆思年弯下腰，垂眸看着他，双手也忽然撑在沈优背后的桌子上，就这么当着众目睽睽的面把沈优给捉东了。因为俩人的身高差，所以沈优还是维持着刚刚的站姿，一动都没带动的。活爹，你追他，就跟疑惑一件自己不理解的事情似的。陆思年英俊的脸上是肆意妄为的桀骜，眼里的痞气都快溢了出来，眉梢轻挑着道，他配吗？沈优淡冷出声，是不配，但我又不耳背，你不用靠这么近说话。好家伙，这下所有人不仅知道秦少不配，还知道了这位小姐是陆少活爹了。围观群众们都一脸吃瓜的激动，甚至还有忍不住现磕起来的。这身高这颜值，简直绝配好吗？沈星的眼里都愤怒的生出了火星，沈优怎么会跟陆思年这样的人认识？而现在脸肿的老高的秦瑞脸色也难看极了，如果不是身边的保镖过来扶着他，他甚至都想找个洞钻进去。这个时候，导演那边也派人过来宣布结果。您好，沈优小姐，恭喜您成功拿下都市传说的女医生江淮的角色，您的档期。工作人员过来看到眼前这么劲爆的一幕，话都说不利索了。陆思年缓缓站直身子，他将袖扣系好，隐藏在袖子内那性感漂亮的肌肉线条一闪过。沈优的目光在他指腹上的茧上停留了一下，谢谢，我知道了。他礼貌地笑了笑，而沈星的声音却瞬间尖了好几个分贝。你说什么？他走到工作人员面前质问，为什么是他？工作人员为难地说，这是导演的决定。沈星忍住内心的愤怒和不甘，低声在工作人员耳边说，你们什么意思？是不想要沈家和
秦家的赞助了吗？明明他们之前都说好了的，自己过来就是走走过场。这个导演竟然敢出尔反尔。工作人员耐心的解释着，导演是根据现场试戏的表演来决定的。沈优小姐对职业的理解和张力都非常足，一看就是做了足够的准备的。如果你们觉得有意义的话，导演说可以将2位的镜头放出来让大家评判。沈星深吸了一口气，你们真的要让一个被包养、黑料无数的人来演这部戏吗？这话立刻就让所有人精神了。他指着沈优，犹豫了一下说道，他被一个有钱人包养了，私生活不检点，他就是靠给别人当情妇上位，所以才能来这里试戏。你们想让这种人败坏剧组的名声吗？沈优知道沈星不敢说他坐过牢，他既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是沈家的亲生女，也不想让自己胡说八道。陆思年眸子微敛了脸，目光也看向了沈优。沈优唇角冷脸了脸，沈星，我有没有警告过你，这张狗嘴别乱咬人呢？沈星立刻想起了上次挨打的事情，脸色也有点发白。对于这俩人的剑拔弩张，周围的人顿时大气都不敢出。沈优凉凉开口，占着我的位置，还在我面前放肆，这么嚣张吗？假千金，你住嘴！沈星立刻打断了沈优的话，你胡说八道什么？但围观群众里却引起了轩然大波。他说什么？假千金？对哦，这俩人都是姓沈，会其实是一家人吧？难道沈星小姐是假千金？怎么可能？沈星小姐可是沈家捧在手心里的宝贝，圈子里出了名的命好，应该是仗着都是姓沈碰瓷吧？别说，我觉得沈优看起来要比沈星更像沈家那几个哥哥。沈星立刻换了副神色和模样，我只是见不得你这种人品败坏的人而已，你自己做了什么事你自己清楚，谁不知道你在学校倒追过秦瑞，现在看我们在一起，所以才故意用不干净的手段来和我抢这个角色。他收住了嘴，没有顺着沈优的话说下去，他害怕自己是假千金这件事闹大，真被传了出去，到时候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假千金了。秦瑞一只手捂着脸走了过来，冷声道，把你们导演叫过来。沈优勾了勾唇，他当然知道沈星转移话题的原因，他不慌不忙地把手机翻了出来，打开了某直播软件。本来陆思年准备往前2步说几句的时候，却看到了沈优这个动作，不由又停下了脚步，退了回来，站在女孩边上看起了他的手机直播，顺带瞄了一眼直播的标题，上合国际千金带资进组面试被刷，待未婚夫撒泼打滚威胁撤资。陆思年有点愣住，就这么直接，俩人就这么随意的站在那里，跟认识许久一样，没有一点违和感。尤其陆思年单手揣着裤兜，目光下逆看沈优手机的样子，竟还让人看出了一丝纵容。工作人员没什么反应，只说导演在忙。眼见秦瑞没什么用，沈星立刻拿起手机打了个电话，委屈小声哭诉了2句。哥，过了会他又将电话递给工作人员，话里是掩饰不住的高高在上。我哥说要跟你们亲自通话，这位工作人刚刚跟领导层是对接过的，所以下意识的看一眼陆思年的眼色，在男人的眼神试一下。他打开了免提，对方的声音低沉而带着一丝威胁，我是沈锦州，你们不按规矩办事，就不怕我们撤资吗？我们沈家和秦家为什么投资你们这部剧，你们应该很清楚。如果我妹妹得不到她想要的角色，那我们会直接撤资，你们这部剧也别想拍了，我有的是办法让你们这部戏拍不下去。赤裸裸的威胁清晰的在场每个人都能听到，也让在场的人都变了一下脸色。其实资方3人这种事并不罕见，只要双方达成共识就没什么不可，但像这种明目张胆的威胁，性质就发生了变化。沈星却得意的扬了扬嘴角，他从小就享受惯了这种被哥哥护着的感觉，沈家的背景和每个人对待他的宠爱都让他骄傲得意，所以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他，也早就将自己当成了人人宠着的公主，要什么就一定要得到什么，反正总会有人为他出头和买单，而他只需要装一下可怜和撒撒娇就够了，所以他认为导演一定会妥协。突然有个工作人员跑过来急声说道，现在这里有人在直播，都有网友打电话来骂了。闻言所有人都的脸色都变了一下，沈星神色更是难看，什么直播？顿时大家都看向了沈优和陆思年站的位置。沈优招财猫似的笑着对沈星打了个招呼，嗨，而沈星震惊和恐惧的脸也出现在了屏幕正中间。是你？他愤怒地瞪着沈星，要不是顾及自己的形象，他都想冲上去抢了沈优的手机。陆思年笑盈盈地走了出来，话却是对着手机另一边的沈锦州说的，沈总挺嚣张啊，但手也在走出来的一瞬间盖向了沈优的镜头。沈优已经录完了该录的，所以顺势退出把手机关了。你是谁？沈锦州的声警惕狐疑的从电话那边传出来，鄙人姓陆，陆思年的陆。他漫不经心地往前走了2步，一字一句道完后，才给了个工作人员一个眼神。工作人员识趣地挂断电话，并还给了沈星。而办公室里的沈锦州在听到这句话后，整个人也都愣住了，眼神也流露出一丝凝重。陆思年怎么在那里？秦瑞畏惧地看了一眼是陆思年，也明白沈星这个角色拿不下。他冷冷看了一眼工作人员，对着愣神的沈星说，小心，我们走。沈星盯着沈优的眼珠都快冒火星子了，不甘心的被动的被秦瑞带着走了。秦瑞一边走一边拨通电话，低声说，刚刚直播的内容对全网删除，小心回去再说，我先去医院。围观了一场好戏的吃瓜众人也都悻悻散了，大家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都怕惹火上身。陆思年也拿起手机拨了个电话，懒洋洋的吩咐，刚刚都市传说剧组的曝光直播都给我一键恢复，顺便收购2家公关公司，对秦家和沈家都往高了报价，明白吗？挂断了电话后，陆思年才看向了沈优。沈优问，你是不是五行缺点什么？陆思年难得目光流露出一丝清澈的愚蠢。什么？沈优答，我看你挺缺德。沈优见过缺德的，但陆思年这样的还真第一次见，他甚至觉得陆思年有病，要不要给他扎2针？谁知陆思年因为他的话笑了起来，目光也在他身上流连了起来，唇角勾着一抹邪气。沈小姐也不赖。沈优视线也在陆思年身上上下游移了一下，不得不说，近距离看这个男人更加完美，充满了属于男人的性张力，五官立体分明，眉眼间有着一种精致感十足的深邃和硬朗，整个脸型的线条流畅柔和又不失独属于男人的那股锋利。作为一名医者，沈优特别喜欢每个物种里长得完美的那个，尤其陆思年的骨骼是几乎完美的比例，以及肌肉分布所产生的
美感，他十分欣赏这个男人的身体，而陆思年也感觉到了他看自己那不太正常的眼神，眸子也深了几许，他似乎对自己的身体很满意。这种想法让他下意识的喉结滚动了一下，一种别样的悸动也有那么一刻从身体里呼之欲出。刚刚谢了，沈优说了句，不过我和沈家之间的事情，如果有下一次的话，就别插手了。他这个人不爱欠人情，也不喜欢别人插手自己的事情，毕竟在他想要发癫出口气的时候，他还是要亲自来才舒服。原本的沈优是个胆怯懦弱的人，所以从前沈家的人各种冷暴力和语言暴力也不会反抗，被秦瑞当狗一样的玩也不会为自己出气。也许是原本的沈优积累在身体里的那股子恨意，让他现在对沈家人根本留不下一点脸面。陆思年对沈优所说的话并不生气，反而眼神中隐隐有着一丝欣慰。沈小姐是不是误会什么了？我并没有想过要帮你。沈优不置可否，准备转身走人。那么，作为见过2次面的朋友，今天我能约沈小姐一起吃顿饭吗？陆思年忽然开口。沈优脚步停了一下，回头看向目光直直盯着他的陆思年，澄澈幽深的眸子明晃晃地倒映着他身影，那噙着笑意的眼睛像是勾人的妖精，美丽又危险致命。他笑了一下，突然地说了句：“好巧啊，我们又见面了。”陆思年看着他，眉稍微挑了一下。沈优语气上扬：“一起吃个饭。”陆思年眼里也染上了几分笑意，妖孽的分外蛊惑人心。好啊！男人的秘书和剧组经理都诧异地相视了一眼，这是什么套路？他们怎么看不懂啊？沈小姐刚刚那话怎么跟在泡陆少似的，还反客为主的邀请陆少吃饭？最主要是陆少看起来还一副很愿意的样子。秘书奇怪地看了一眼沈优，陆少不是不喜欢主动的女人吗？沈优其实也是一时兴起，故意逗陆思年玩玩，没想到他还挺配合。既然都开了口，沈优也只能应下。我想吃火锅。陆思年唇角微勾。好，半个小时后，沈优看着面前热气腾腾的火锅，又看了眼对面的陆思年。现在的他脱了外套，只穿了一件黑色的衬衣。他穿衣服很随意，衬衣最上面一颗的难得扣从来不系，西装也从不会穿的特别规矩。明明举手投足都有世家公子的贵气，但行事却一种属于黑道大佬的那种凌厉。据他所知，陆思年是圈子里出了名手段狠辣的很，但他鲜少在大家面前露面。之所以声名远播，是因为小时候他就能把得罪他的人揍进医院，性格顽劣的众人皆知。长大之后就变本加厉了，心情好的时候什么都好，心情不好的时候谁都别想在他面前留面子，所以整个豪门圈子里的人都很怕他，背后又有人称他陆家小祖宗，就连林家那些人看到他都不敢造次。但沈优却发现，陆思年这人看似桀骜不驯，但每件事都在他的分寸之内，也能将每件事都控制在他的掌控之内。我一直有个问题很好奇，不知道沈小姐能不能给我解惑。陆思年没动筷子，看着沈优自顾自地吃了起来，唇角也微咧了咧。当然，沈小姐也可以拒绝回答。沈优裹上蘸酱吃了一口，吞了之后答：那我拒绝回答。陆思年眉梢扬了一下，我反悔了。沈优继续吃，反悔无效。陆思年脸色崩了一下，然后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他单手撑起下巴，就着这个姿势围观起沈优吃火锅。那我不问了。他笑盈盈的，话里莫名的有种纵容的宠，仿佛现在看沈优吃火锅比问问题更有趣。你才是上河国际真正的千金吧？他忽然缓缓出声。沈优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然后继续吃着自己的没回答。我林一很喜欢你，他这一生没有结婚，也没有儿女，是不婚主义者，所以你不用顾虑。他既然认了你当女儿，你就是林氏的千金小姐。他的话好像是在告诉沈优，现在他在林家不需要有任何的负担。林一认他当女儿也是纯粹的喜欢他，他没有结婚没有儿女，就自然不会有人来质回他的身份。沈家在圈子里的地位也不过如此，跟林家相比，可是远远比不上的。他话里别有意味，也让沈优明白，陆思年应该已经知道了他和沈家的关系。虽然今天他说了一句沈星是假千金，但也不是所有人一句话就相信了他。估计这男人也知道自己跟沈家有仇，所以才会说这么一句。沈优咧嘴笑了一下，看着他，我谢谢你了。虽然是假笑，但是因为沈优本来长得就足够漂亮，在他灵魂重生以后，又把身体养得健康透亮的，这么一假笑，两颊的肉也变得嘟嘟的，特别像橱窗里的芭比娃娃，看得陆思年都有伸手去捏捏他的脸的冲动。刚这么想，他就这么做了。当手捏住少女脸蛋那软软嫩嫩时，男人微微愣住了。原来女孩子的脸蛋这么好捏吗？像是滑溜溜又软嫩的鸡蛋一样，自己都怕用力给碰坏了。沈优皱着眉，声音都冷淡了。捏够了吗？他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好好说话，突然捏自己脸做什么？陆思年恋恋不舍地收回了手，眼眸深深地看着沈优，眼角飞扬着一丝痞气。如果我说没捏够的话，是不是我还可以申请继续？沈优平了平眉，眼神古怪地打量着陆思年，你该不会有肌肤饥渴症吧？陆思年刚想接话，却被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打断了。沈优，真的是你啊？你不是去出国了吗？什么出国？明明是去乡下喂猪了，你们还真信他出国了呀？一男一女的声音分别响起，沈优和陆思年同时看向说话的人。来人看样子是一群大学生，一共有5、6个人，似乎是来聚餐的。正好他们以前都是沈优的同学，身份全都非富即贵。沈优是跟沈星在同一所私立高中念书，但是家里人不准沈优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让他为沈星考虑考虑。原本的沈优性格受到赵家的影响，本就怯懦，心地也善良，所以答应了，以至于沈星从中作梗，让大家都以为沈优一旦口中说出了沈家2个字，就是在碰瓷沈星，故意炒作自己吹牛。沈星怕沈优有了朋友就会说出真相，便起哄让所有人在排挤他，导致在大家眼里，沈优就只是一个穷酸又想要攀附有钱人的土包子。尤其是他倒追秦瑞的事情被闹得满校皆知后，更是成了大家的笑柄。沈优，听说你这2年回乡下喂猪了。其中一个男生已经走了过来，看了一眼陆思年，嘲笑又自觉风趣地说：哟，怎么还换目标了？以前不是秦少的舔狗吗？陆思年眼底已然泛起了寒意，他身后站着的秘书也凉凉地看了一眼那个男生，在陆少吃饭的时候来捣乱，不是找死
死吗？反观沈优好像没什么反应，还在悠悠的喝着汽水。张浩你傻呀，魏珠哪有找有钱少爷赚钱啊？另一个女生在不远处笑道，毕竟对他这种人来说，改变命运的机会只有找男人了。这话让其他几个同伴都跟着笑了起来。魏帅哥，别怪我没提醒你，你面前这个女的，以前上学的时候就喜欢插足别人的感情。有个女生故意来说，陆思年抬眸看了一眼沈优，只见沈优已经优雅的擦了擦嘴，他微凉的嘴角微扬了扬，看着沈优的目光揶揄，是吗？正好，我就喜欢插足别人感情的人。这话差点没让沈优笑出声来。闻言，那女生不可置信，你是不是有病啊？陆思年身子微微往后靠了靠，眉眼掀起几分随性。巧了不是，我有病，他是医生。他们几个人面面相觑，不甘心的继续诋毁他这种穷酸土包子，根本就是图你的钱财。陆思年嘴角微掀，看着沈优回答，鄙人不才，就是钱多。但此时的他眉宇之间显然出现了几分不耐，他的反应让大家脸色都有些难看。这年头怎么还有人上赶着当冤大头的？沈优看着陆思年的眼神非常明显的写着几个字，玩够了吗？他缓缓看向他们，平静的开口，怎么是畜牧局的门没关好吗？怎么就把一群畜生给放出来了？我跟你们很熟吗？轮得到你们指手画脚？他慢条斯理的对回来，让那几个老同学都愣了一下。这跟他们以前认识的沈优不太一样了。以前的沈优每次被说只会龟缩起来，根本不敢顶嘴，现在不但骂他们，怎么还骂得这么凶？沈优你说什么呢？你别太过分。刚刚说话的女生厉声道。沈优好奇，你们刚刚是吃了什么脏东西吗？嘴巴这么臭。沈优你这个贱。女生话都还没说完，就发现嘴巴已经僵住了，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了。她惊恐的开始大喊大叫，但却像失声了一样，发不出一点声音。其他人都害怕了起来。你怎么了？丽丽，你别吓我呀。沈优把手收回来，像个没事人似的，拿起旁边的湿毛巾擦了擦手。陆思年的眸子却眯了起来，目光也落在了那个女生颈外侧下颌，在那个地方有着一枚极细的银针，如果不用心去看的话，根本发现不了。刚刚沈优只是状似随意的挥了一下手，就这么就把那枚银针打了出去。沈优慢条斯理的开口，我这个人很擅长治病，尤其是野鸡失控综合症。张浩指着沈优质问，是你做了什么？沈优没理他，而是看向陆思年，我吃好了。说完后他直接站了起来，然后看向他们几个人，所有人都愤怒的瞪着他，但又害怕他。记住，我以前喜欢秦瑞是我傻逼，但以后谁敢在我面前再提这件事，让我想起来我以前有多傻逼的话，你们的下场就会和他一样。还有，知道我在乡下养猪，就应该知道我挺会对付畜生，所以没事别在我面前碍眼。说完，沈优打了个响指，经理立刻走了过来，小姐您好，请问有什么吩咐吗？沈优拿出一张金卡，今晚店里本小姐包场了，清场吧。经理双手接过这张卡，忙不迭地说，是，我马上就去办。这张金卡是林家作为报酬和报答送给他的，只要有这张金卡，他在林家旗下的任何的消费都是免单，且享有一切服务特权。而这家火锅店正好就是林氏旗下的餐饮店。沈优也是进来之后才发现的，老同学们看的都傻眼了，他们知道这家火锅店背靠的是林氏，沈优怎么会有这种权利，随便就能让他们说清场就清场？哑了嗓子的女生想说什么，却一个音节都发不出，但还是惊恐又恳求的望着沈优，又指了指自己的嘴巴。沈优留下一句，等你什么时候学会说人话，他自然就会好。说完他转身就走了。在他走前，张浩还想追上去，指着沈优的背后骂，别以为你傍上有钱人了就了不起，你是个什么货色谁不知道？你无。张浩的喉咙被锁住，霎时整个人连呼吸都变得困难，那股锁喉的力量甚至让他脚尖都渐渐离地。他惊恐地盯着眼前的男人，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其他的人也都害怕的退后，根本不敢出声。只见陆思年单手锁住张浩的喉咙，手臂青筋暴起，藏在黑色衬衣里的肌肉线条也被拉得过于血脉喷张。他目光冷寒，脑袋微微带着几分痞气的歪了一下。你再说一遍呢？陆思年现在很不爽，本来应该是他英雄救美，显摆一下自己实力的时候，但现在却莫名有种自己和沈优男女对调的既视感。看着自己现在都被沈优忽略了，这让他更不舒服了。正好这个男人撞上枪口，陆思年气也就撒在了他身上。他手腕一甩，一个成年男人竟然就这么被他甩到地上。张浩捂着自己的喉咙，半天发不出声音。在刚刚那一刻，他真的感觉到了死亡的威胁。陆思年将手收了回来，身边的秘书立刻递上手帕，他接过手帕擦了擦手，直接将手帕砸到张浩的脸上，这才迈着长腿朝着沈优追去。在他们离开之后，经理这边也开始清场赶人了。不好意思，各位还请离开，今晚我们店包场了。他们几个人脸色十分难看，但也只能灰溜溜的走。沈优走出门口时，陆思年也追了上来，很抱歉，今晚这顿饭让沈小姐吃的不够愉快。沈优淡声道，应该是我说抱歉，毕竟他们是冲着我来的。陆思年嘴角微挑，我送你回去。沈优此时已经拦下一辆出租，不用了。见沈优不愿意，陆思年也不再追问，他打开车门，上车前回头看了陆思年一眼，目光在他刚刚掐了王浩的那只手停留了一下，扬唇夸了句力量不错，说完才上了车走人。陆思年手抄进了裤兜，惬意的看着出租车离开的方向，脸上挂着笑意，也多了一抹深色。沈优坐在后车座，看着后视镜里逐渐变成一个黑点的陆思年，寻常的人不可能会有那样的力量和爆发力，陆思年绝对是经过特训的，他对人体再了解不过，除非天生基因强大，否则无论是身体的状态还是他的核心爆发力都不会这么强。而且从他手上捡的位置来看，莫非他是奥特曼转世吗？他收回目光，开始闭目养神。回到别墅后，沈优登录了黑市网站，看着账户里新入账的余额，还算满意。只要他的药开始在黑市上进行贩售，那后续他就不用担心，客户自然会找上门来。这天晚上可忙坏了沈锦州几兄弟。从直播播出以后，沈家四兄弟就变得忙碌了起来。那场直播虽然只有几分钟，却引起了轩然大波。现在网上全都是在骂沈星和沈锦州的。原本宠妹狂魔的遮羞布也被掀开，暴露
露出了霸凌的本质。俩人的社交平台评论区也被沦陷了，什么宠妹狂魔，我看就是赤裸裸的霸凌。哟，这就是平时营销里说的乖乖小公主沈家千金吗？这嘴脸可真吓人啊！你们兄妹所思好吗？可千万别来祸害普通人，这就是大小姐演戏吗？有哥哥保驾护航就是不一样啊！请问这是可以报警的程度了吗？只有我羡慕沈星投胎好吗？想演戏就演戏，还有哥哥砸钱，妹妹没拿到角色一个不爽就直接撤资，简直小说女主人生赢家好吗？前面的请你清醒清醒，大部分人都会是被大小姐掠夺的普通人，而不是大小姐。各位重点别搞错了，该嘲讽的是这对兄妹对剧组的态度啊！沈总，请问你还缺妹妹吗？当你妹妹是不是就能拿影后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被大家忽略的声音，不是没人觉得拍视频的女孩子那声音好好听吗？姐妹，我发现了，我还发现那只盖向屏幕的手也好好看，是我截屏下来欣赏的程度。舆论的力量很快让网友们对沈星和沈锦州的冷嘲热讽铺天盖地，毕竟这对一直正面形象的沈家来说，无疑算是一桩丑闻。如果丑闻闹大，也会一定程度影响到沈家的声誉，所以这件事让沈家格外重视。而且平时的沈星表现出来的人设也截然不同，沈星所营造出来吸粉人设，虽然是千金小姐，有着父母和4个哥哥的无脑宠爱，是沈家团宠，但自己却一个善良的乖乖女，也喜欢用自己实力去争取自己想要的。因为自己是个小笨蛋，所以哥哥们总喜欢帮忙。这样的千金娇娇女人设，正是所有普通女孩子们所幻想的，因此将自己的美好幻想也投射到了沈星身上。可直播里沈星的嘴脸让所有人都看到了她的黑暗面。比起千金大小姐带资进组不给角色就撤资的行为，大家更关注的是人设的崩塌，所以沈星也受到了许多粉丝和黑粉的攻击。虽然秦瑞为了保护沈星，在一开始就让人删掉了视频，但是很快那些视频和截图又被恢复，就连那些难听的言论在删除后也被恢复。从这个时候他们就知道，肯定是有人故意在背后搞他们。可是，一向小公主待遇被网民们追捧的沈星，什么时候听过这些话，受过这种委屈？看到那些攻击他的话，他愤怒地摔着家里的东西，然后趴在沙发上哭了起来。大哥沈锦州脸色也十分难看，是有人在故意搞我们，爸已经发话了，赶紧把这件事解决了。二哥沈之文淡淡道：“放心，我会让人去收集证据，到时候欺负过你的人，我一个也不会放过。”沈硕安慰着：“水军买好了，已经在开始发力了。”沈木皱眉：“要不找家公关公司吧？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这个视频对小新对沈家都不好。”沈星哭着说：“我都没做错什么，他们为什么要骂我？”他委屈地咬着下唇：“我只是要演个小角色而已。如果不是沈优故意直播出去，他这么恨我，竟然想毁了我，他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难受的要命。我早就说过，我不在意这个身份，我可以还给他，只要他回来，我们都会好好补偿他。可他……”沈星哽咽着说不出话，眼泪却不住地流了出来。沈树重重地砸了一拳茶几。沈优到底想干什么？他怎么能这么过分？不知道这样做会对小新造成多大的伤害和影响吗？沈木冷冷道：“我看恢复那些帖子就是沈优干的好事。”沈之文摇头：“不可能是他，他哪有那么大本事？肯定是他的金主搞的。”沈优的这一系列行为，还有沈星的添油加醋，都让他们相信了沈优真的被有钱人包养，而且这个金主他们还不知道是谁。就连沈优去试戏拿到那个角色，恐怕也是他金主安排的。沈锦州没有说话，他知道这更可能是陆思年的意思。那通电话里，陆思年是在故意告诉自己他的身份，那么网上的骂人帖子也可能是他授意恢复的。可沈锦州不明白，为什么陆思年会掺和进来这件事？如果真的是他的话，这可是他们沈家都得罪不起的人物，他跟沈悠悠到底是什么关系？沈锦州看向李沈星，最近几天都低调点，我找公关处理这件事。至于沈优，他低声道：“我会找他好好谈谈。”沈星委屈又乖乖的点头。很快，沈锦州便找了2家公关公司，2家公关公司保证能消除小部分负面影响，但价格比其他公关公司高出了1倍，因为其他公关公司根本不接沈家的单子，逼得沈锦州即便知道不可能完全消除负面影响，也只能花高价让他们进行公关。关于他们的负面言论起起伏伏的，消失一会后又会很快再回来，对此沈锦州也只能认了。没多久，沈之文也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条声明：“我将收集证据，对抹黑我妹妹名誉的人发送律师函，望各位好自为之。”如果是按照以前，网友们几乎都是一边倒，羡慕沈星命好，对沈之文也会吹捧一番，纷纷闹着要当他妹妹。但现在他发出这条声明后，却成了两边倒，一半的人在嘲讽和故意，一半的人力挺沈之文，让哥哥一定要保护好妹妹。不过很快就有了一个新注册的叫何方律师的账号也发布了一条声明：任何被沈家发律师函的网友都可以找我免费辩护和打官司，包赢的。嚯，这一下网上可热闹，有人在扒何方律师到底是谁，却扒不出任何关于他的信息，只扒到一个在3年前曾经十分出名的同名业内大佬何方大律师，而这位何方大律师战绩可查，胜率高达 99%， 可以说业内的头部头。沈之文虽然名声也大，是少见的年轻一辈中有实力且胜率相当高的翘楚，但毕竟年轻经验不足，在那位何方律师面前只能算晚辈。只不过那位何律师在3年前就突然销声匿迹，所以当这位何方律师出现的时候，大家都纷纷猜测会不会是从前的那位大佬。但如果真是以前那位业内战神的话，怎么会突然因为这种事下场？事情发酵的越来越热闹。与此同时，不知道谁扒出了沈优的账号，他的账号也沦陷了，许多沈星的粉丝也冲到沈优的账号底下，还有剧组账号底下开始谩骂：你要不要脸？听说你就是那个仗着自己也姓沈就碰瓷沈家，还抢了沈星角色的贱货。退一万步说，就算沈星和哥哥这次做的不对，你这个直播的人难道就没错吗？如此歹毒的用心，谁还看不出来吗？同样都姓沈，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你有什么资格跟沈星比？以后这个女的演的剧，演一部我抵制一部。吐了。对于这种跟风党的网友，他并不在乎，也不想浪费功夫。当然，如
如果每个人都在他眼前的话，他倒是会一人一个耳光雨露均沾一下。看着网友满满的攻击话术，他就知道是沈星搞的鬼。沈优顺手就发了条动态，动态配了张沈家兄妹的照片，文字：沈家兄妹怎么长得一点都不像啊？妹妹不会是偷了别人的人生吧？就在这条动态发出没多久，他的账号底下很快就安静了，而显眼的几条评论，比如真的不太像哎，以前都没发现，沈星怎么跟沈家谁都不像啊？是啊，别说，真不像。没多久，这些言论句被举报掉了，就连沈优的这条状态也在被举报。不停在家里刷着手机的沈星一直在看反馈消息，怎么举报不掉呢？他烦躁的要命，都让那么多水军去举报了，怎么都举报不掉。沈优不知道，吴秘书已经把沈优的所有社交平台账号都特别打了招呼，只要沈优不发布违法的东西，平台都是不敢动的。当攻击沈优的人如潮水般退去，沈优放下手机，收拾了一下才下了楼。今天林一也过来了，指挥着家里的佣人搬东西，这个摆这边就行，小心点，别把小姐吵醒了。林思义小声的说着，转头一看才发现沈优就站在身后。小优，你醒了啊？沈优也笑了笑。林思义看到沈优穿上了自己买的可爱睡衣，脸都笑得灿烂的跟花似的。作为单身贵族，现在有了沈优当女儿后，林思义就跟突然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尤其是沈优长得还漂亮，怎么打扮怎么好看。最近他每次出门看到漂亮的衣服和包，总是忍不住买回来送给沈优，想象着被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沈优，竟然比签下1个亿的合同都有成就感。我特地买了些女生喜欢的摆件过来，没打扰你休息吧？沈优笑笑，当然没有。林思义询问，听说你在后院开了一片地出来种药植，地方够用吗？不够的话再买一栋别墅。沈优轻咳了一声，够用了。这栋别墅他最满意的地方就是后院挺大，而且别墅后面那片区域是无人居住的，连着山，这样的地方最合适他培育药植。那行，如果不够用的话，跟林一说，需要助手的话，我给你聘请几个医科大或者农学院的高材生过来。对于林思义的热情好意，沈优还是婉拒了。助手他已经另有人选。今天林思义过来的早，正好两人一起吃了个早餐。最近老太太身体越来越好了，按照你说的，每天都会做一下复健，让她多活动活动，没了病魔的折磨，她现在每天都睡得特别香，每次都跟家里人问起你，说有机会还要好好谢谢你。真没想到竟然恢复得这么快。林思义现在都还有点难以置信，这还没多久呢，老太太就已经恢复得快健步如飞了。这换做以前他想都不敢想。如今圈子里也知道他们林家出了个神医，好多人都在打探这位神医的消息，想知道到底是谁。已经有人出大价钱想要问诊看病，毕竟老太太的病那可是连世界顶级专家都看不好的疑难杂症。沈优点了点头，虽然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了，但因为他长时间卧床，加上发病导致神经和身体器官都有损坏，所以还是要注意休养。等我忙完再去看看他复诊。林老太太得的是一种罕见病，目前唯有沈优知道怎么医治。林思义立刻笑道，不用等，过几日的晚宴老太太也来，到时候你直接给她看就行了。沈优点头，也好，这样他也不用特地跑一趟。闻言林思义也笑了起来，看着沈优欣慰的叹息了一声，轻轻的声音有点感慨，真好，原来有个女儿说说话的感觉这么好。沈优怔了一下，旋即也浅浅扬了扬嘴角。对了林姨，洗尘宴那天你记得给我之前的沈家也发下邀请函，我这有场好戏要上演。